最近啊，我有一个顾客出车1个月，走了1000公里。某天他在highway跑车的时候，突然他的胎压就自爆了。又见面了！正在看这部视频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还有1个月啊，就要迎来我们的华人新年了哦。准备把那钢蹦的观众朋友，你们 stand by 把你们车子拿去 service 了吗？最近啊，我有朋友跟我分享啊，他们把他们的车子拿去 service， 去到那边啊，foreman看了他们的车子，就跟他讲，你这个东西不可以了，那个东西要坏了，要换。我朋友心里想啊，我既然不懂这些东西，这样foreman讲换，我就换咯。一做完过后，那个账单一出来啊，他吓了一跳，哇，换了这么多东西啊，他心里就会有冒出一种想法。我是不是被这个 foreman 烫掉了哈？这些东西本来是可以使用的，可是他为了赚我钱，然后叫我先提早换掉它先。因此啊，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些 DIY 检查车子的小技巧。你们可以通过这些小技巧检查你们车子这些 wear and tear spare part 的 condition， 这样子啊，你们就可以知道你们这些 spare part 的 condition 到底是必须要换，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之后啊，你们把你们车子拿去 service 的时候，最起码也不会出现一些什么被 foreman 砍菜头的问题了啦。好，在我们开始进入今天视频之前啊，希望还没订阅我频道的观众朋友可以支持我一下，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你们的小铃铛。在这边呢，也谢谢你们支持。OK 了，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Let's go。今天要用来 display 这个 DIY 检测方法的车子，就是我身后这辆第2代的 Toyota Vios。为什么会选择这辆车呢？因为这辆车子呢，它是我家里面唯一一辆最不定期保养的一辆车子，所以今天就用它来 display 这个 DIY 检测的方法啦。好，第一个要分享给大家 DIY 检测的 wear and tear spare part 就是胎压。胎压它有没有花纹非常的重要啊！要知道啊，如果是说你们胎压没有花纹的话，这个刹车的距离就会变长，严重一点的话就会造成追尾的问题。而且如果是说啊，遇到雨天的话，路面湿滑，你们的车子胎压没有花，你们就会造成打滑，而且严重点的话还会失控发生车祸。因此啊，这个胎压有没有花纹非常的重要。这样子要如何检测这个胎压呢？第一种比较专业的就是使用这个胎压的花纹检测的仪器来检测，那个就会比较专业。第二种就是目测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排水沟上面是有小小的凸起物，这个凸起物它的高度是1.6个 mm。如果是说这个凸起物跟你的胎压齐平的话，就证明你的胎压的花纹已经是到了很极限了，是必须马上更换的。再来还有一种方法就是20 cent 的检测方法啦。这个20 cent 的检测方法非常简单，你们去你的口袋拿出旧的20 cent。然后把这个20 cent 都在这个排水沟那边。如果是说这个 cent 字它被掩盖的话，就证明你的胎压的 condition 是好的。如果这个 cent 字是完全可以显示出来的，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胎压已经不行啦，要换啦。除了这个胎压的花纹之外啊，胎压 pressure 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懂你们车子的胎压 pressure 打多少，其实方法很简单，只要打开你们的车门，你们的车门旁边就会有一个 sticker。那个 sticker 呢，就会显示你们车子的胎压要打多少 pressure 了啦。于是啊，新车的车主啊，更加的要检查你们的新车的胎压 pressure， 因为啊，这个新车在原厂出厂的时候，原厂的工厂呢会把这个新车的胎压的 pressure 打到很高。这个 SA 把这个新车交到这个车主的时候，其实啊，这个 SA 之前应该要检查这个胎压 pressure 的是否有没有到这个标准值。可是呢，有些 SA 就很糊涂，就忘了这件事情。因此啊，造成了这个车子它的胎压在高速公路跑的时候突然自爆。最近啊，我有一个顾客，他日系车嘛，出车1个月，走了1000公里。某天他在highway跑车的时候，突然他的胎压就自爆了。我就问车主啊，这样你的车子有没有顿到洞啊，还是有东西插到啊之类的？他讲完完全全没有，他就突然这样子自爆了。所以我很合理的怀疑，就是胎压 pressure 过高。这个 SA 在出车的时候没有检查这个胎压 pressure。导致了这个车子啊，在跑高速的时候，因为这个热胀冷缩的原理，导致这个胎压 pressure 里面的风过高，就突然自己自爆了。因此啊，新车车主，你们一拿到新车，最好还是要检查一下你们车子的胎压 pressure 啦。当然，如果是说啊，胎压 pressure 不足，也会造成什么问题？胎压 pressure 不足，它也会造成自爆的问题。而且啊，如果是说胎压 pressure 不足的话，也会造成你们的油耗变高。因此啊，检查这个胎压 pressure 也是非常重要的。至于第2个要分享给大家 DIY 检测的 wear and tear spare part 就是我们的 battery。要想一下，如果是说今天啊，你大年初一你要去你的亲戚或者是朋友家拜年的话，然后你走在 highway 去上个厕所，然后上厕所回来，你一 start 车，结果 battery 嘣，车 start 不着，你想一下，大年初一谁要救你哦？所以这个电池的定期检查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可以帮助到你啊解决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样子电池要如何检查呢？检查这个电池非常的简单，就是看电池上面这个 indicator，
这个 indicator 其实有3种颜色，但是这个标识来讲的话，会根据每个厂家出产的不同，所以它的颜色会有一点不同的变化啦。当然，如果是说你们想要更加了解你们电池的情况，其实你们可以去大家店，请他们用一些比较专业的仪器来检测这个电池的情况。这些检测的仪器，它会显示更加详细的数据，让你知道你车子的电池它的 condition 到底是如何，是不是真的已经够重了，要换了。接下来要分享给大家的 DIY 检测就是我们的 engine oil 啦。其实我们应该定期检查一下我们的 engine oil 的 condition， 因为我们这辆车子最核心的动力来源就是我们的 engine， 而 engine oil 呢，它又是我们 engine 最重要的保护剂。因为这个 engine oil 它提供了我们车子润滑、清洁、冷却，还有就是对引擎内部抗氧化的保护作用。所以这个 engine oil 的 condition 非常的重要。这样子我们应该如何检查我们的 engine oil 的 condition 呢？首先我们要把我们车子停在一个平坦的路面，然后把 engine 熄火，让这个车子冷却一下，打开 bonnet 盖，拉出我们的机油尺，然后我们用肉眼观察一下我们机油尺上面的颜色。新的机油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啦。机油如果呈现了琥珀色，是属于更换了过后有行驶一段路程的机油，这样子的 condition 来讲的话呢，是不需要更换的啦。如果你的机油呈现奶白色，就要检查一下我们的 engine 哪里有进水，通常是 head gasket 有问题啦。当然，如果你的机油呈现褐黑色或者是黑色，这样子的情况来讲，就是必须更换机油了啦。然后我们用纸巾或者是布抹干净这个机油尺，再把这个机油尺插回去，再拉出来观察一下这个机油的位置。如果是超过这个上限的标识，就是机油过多。机油过多就会产生阻力太多，导致 engine 加速无力。如果低于下限的标识，就代表这个机油太少，太少会导致润滑不足，然后这个引擎损坏。这个时候呢，就必须 top up 这个机油啦。之后还要检查的 engine 是否有烧机油或者是漏油的问题。观众朋友，不懂你们对 engine oil 了解多少呢？其实我们的 engine oil 有80到98%是 base oil， 10到28%是 additive， 所以这个 base oil 的 quality 非常的重要。而据我所知现在有些车主他很喜欢去 Shopee Lazada 买一些所谓的大品牌的 engine oil 啦，然后自己 DIY 更换，或者是去大家店找人更换。可是你们又如何知道这个大品牌的 engine oil 它是 original 的 engine oil 还是那种纸包机呢？ base oil 的 quality 又如何呢？所以今天我就为你们带来了来自 Petron 的 Blaze Racing HTP Engine Oil。这个 Petron 的 Blaze Racing HTP Engine Oil 呢，它是有88%采用了 High Quality 的 Base Oil， 再加入了28% Petron 独有的 Additive。所以你的车子不管是新车、老车还是 High Performance Car， 在你极限的操作情况之下，这款 Engine Oil 它会为你们的车子提供最好的保护，然后延长这个 Engine Oil 更换的时间。而第二点就是这款机油呢，它是受到一些德国车企，比如保时捷，它的 approve 跟认证。要知道保时捷这样大的车企都对这款机油都有信心了，所以你们service的时候用这款机油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啦。再来就是这款机油，除了在 Petron 的油站或者是 service center 可以买到之外，现在在 Petron 的 Lazada 或者 Shopee 的官网都可以买到这款机油，因此你们就不用担心在网上买到假油的问题了咯。刚刚我说到影响我们车子刹车距离的就是轮胎有没有花纹嘛，但是还有一个东西也会影响我们车子停不停得下来，那就是 brake pad。有很多车主不知道我的 brake pad 几时该换，把车子用到尽的时候，一踩刹车就听到一个很尖锐的声音，才发现到，我的 brake pad 已经到极限了，够重了，必须马上更换。但是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这个 brake pad 上面这个 indicator 它是铁的嘛，这个 indicator 呢，它也磨损了你的 disc rotor 的表面，造成了你除了换 brake pad 之外，你还要把你的 disc rotor 拿去车。再严重一点的话，你还要换这个 disc rotor。本来你只要花一点钱换这个 brake pad 就好了的，可是发生了这种情况，你要花更多的钱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定期检查这个 brake pad 是非常重要的啦。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如何检查我们的 brake pad 呢？在检测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 brake pad 的构造。brake pad 呢，它是可以分为摩擦面和底座。这个摩擦面呢，就是面向这个 disc rotor 啦，这个底座呢，就是面向 caliper 的，所以这个底座大概是会厚5个 mm。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目测法，车子的 rim 它的洞够大的话，你可以用目测法来看你的 brake pad 它的厚度。如果是说你看到你的 brake pad 它的厚度大概剩下3到4个 mm 的话，你就可以提前先更换了啦。这个第二种方法就是用 caliper 来测量，把这个 caliper 顶在这个 brake pad 这个底座的表面上面，然后把这个针顶在这个 disc rotor， 这样子你就可以拿到这个 brake pad 现在剩下多少，然后再把这个数字减掉5个 mm， 也就是底座的5 mm， 低于4个 mm 来讲的话，你的 brake pad 也是必须要马上更换啦。再来，如果是说你对目测法没有信心，然后你又没有这个 caliper 来讲的话，有些什么方法呢？
在这边呢，我提供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吸管检测法。首先，我们拿一根吸管插进去，顶到 dish 盘，在这个 brake pad 底座最顶面的距离，在吸管上面做一个记号，然后再用尺测量得到的距离减掉底座的5mm。减掉的结果如果是说少过4mm的话，就得注意，必须要马上更换这个 brake pad 了啦。不过这个吸管检测法会有一点小误差啦，它大概会误差1到2个 mm。可是我觉得这个误差不会影响到结果啦，该换的时候还是必须要马上换啦。好，检查完了这个 engine oil， 当然我们也不可以放过我们的 gear oil 啦。要知道啊，这个压箱是把我们 engine 产生的机械能转换成动能，这样子我们的轮子才可以转起来嘛，是不是？所以啊，这个 gear oil 也非常重要。如果长期不更换这个牙油的话，会导致什么问题？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换挡会不顺畅，会有顿挫的问题。再严重一点的话，就是牙箱 condemn， 导致你的车子无法换牙。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检测我们的 gear oil 呢？首先，我们把我们的车子停在平地，我们要 start 车预热到50度左右。再来就是我们进到每个档位，大概停个2秒，过后把我们的档位挂回 P 档。接下来呢，我们就打开我们的 bonnet 盖，拔出我们的 gear oil dipstick， 然后观察上面 gear oil 的颜色。如果是说啊，这个颜色呈现粉红色，是属于良好啦。如果是说呈现了暗红色，就证明你的牙油需要更换。褐色跟黑色肯定就是要换了啦，而且在更换之前还要做 gear oil flush。再来，你把你的 gear oil dipstick 一拉出来，呈现了草莓牛奶色，就证明你的 gear oil 有掺到水啦，也是需要马上更换。之后呢，我们再把我们的机油尺用白色的 tissue 或者是抹布抹干净过后，插进去再拉出来观察。如果是说这个油的痕迹介于 max 跟 minimum 的中间，就是属于正常的油量。如果超过 max， 就代表是你的油量过多；少过 minimum 的话，就是油量过低，需要 top up 你的 gear oil 啦。之后呢，你还要检查你的 gear oil 是否有漏油的问题。好，基本以上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给大家 DIY 检测车子 Wear and Tear Spare Part Condition 的方法啦。可以看到啊，我从白天拍到夜晚，差不多要晚上了，乌鸦已经回家了，太阳已经下山了。所以希望今天的方法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观众朋友啦。这样子啊，你们去 service 之前，你们大致上可以了解到你们车子这些 Wear and Tear Spare Part 它的 condition 如何。但是我所分享的方法算是一个参考建议啦，实际来讲的话，还是以 foreman 当场看到的为准。如果是说 foreman 看到这个东西真的不可以了，要换了，这样你就换咯。要知道啊，预防胜于治疗啊。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到你的话呢，就麻烦你们帮我按赞分享一下，也希望你们支持一下我的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你们的小铃铛。在这边呢，也先谢谢你们支持。OK 了，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下个星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